弟弟一次能拉1吨大便。妈妈高兴的不行，立马带着弟弟去农村承包了100亩，想着用这天然化肥给城里人卖有机食物，肯定能赚不少钱。可谁能想到，每次弟弟拉完大便，第2天那地里的大便就没了踪影。这下可好，我家地里的庄稼根本不长了。而奇怪的是，其他村民地里的庄稼却长得特别好。不用说，肯定是他们偷走了弟弟的大便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弟弟每次都能拉1吨大便，我觉得这太不正常了，就想带他去看医生。可贪财的妈妈却拦住了我，可不能去，你弟弟这么能拉，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咱带着他去农村种地，现在化肥多贵啊！你弟弟直接拉到地里，连化肥都不用买了，这可是天然肥料，种出来的菜都是有机蔬菜，价格高招呢。于是妈妈带着弟弟去农村承包了100亩地，弟弟每天在地里拉屎，拉一会儿就换个地方。嘿，这地里的粮食和蔬菜长得那叫一个好，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。我们种的东西被城里的人订购一空，毕竟这是货真价实的有机肥，无污染、无公害。城里人就喜欢这种有机健康食品，都不吝啬钱，抢着预定我家将来庄稼的收成，就等着秋天丰收了给他们送去呢。可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我家地里的庄稼长得没那么好了，我怀疑是不是弟弟拉的不够了，肥料不足。我特意观察了一下，弟弟还是照常拉，吃的东西也没变，荤素搭配，还有饭后水果和酸奶呢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有人偷了我弟弟拉的大便。我去观察了一下其他村民家的地，果不其然，有几家的地明显比之前长得好多了。我还看见城里人去他们地里参观，交了定金呢。我心里想，坏了，肯定是他们每天晚上偷偷把弟弟拉的大便运到自己家地里，才让我家地里的庄稼肥料不足，都快不行了。他们家的庄稼倒是长得欢，他们眼红我弟弟能拉屎，我能理解，毕竟天然有机肥种出来的庄稼价格是他们的3倍呢。可他们也不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手段啊，大半夜偷偷把弟弟辛苦拉的屎搬到自己地里，害得我家庄稼都发黄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秋天肯定没办法给下了订单的人发运足够的粮食。妈妈也特别生气，决定在地里装200个监控，一定要看看是谁在偷我弟弟拉的屎。装了监控后一段时间，啥异常都没发现，我家地里的庄稼又恢复了活力。而其他村民偷不了我弟弟的大便，他们庄稼的长势明显就不行了。没办法，我看到他们偷偷施化肥，我想去阻止他们，毕竟他们这是骗人，说好的天然有机肥，结果却用化肥。用化肥种的农作物价格比有机肥低了2/3呢。要是到时候城里的客户去化验，他们可就麻烦了。我好心提醒他们，可以张强为首的村民却骂我多管闲事，又不卖给你，你急啥？城里人哪能分得清是化肥还是有机肥？我想纠正他，城里人不是吃化肥，也不是吃有机肥，而是吃用这些肥种出来的庄稼。算了，我也懒得理他们。不过没几天，他们就不嘴硬了。城里那些下了订单的人在地里也装了200个监控，发现他们用化肥，直接取消了他们的100万订单，转给我家了。农村就是这样，见不得别人好。我家订单多，庄稼长得好，惹得很多人眼红嫉妒。幸亏我妈妈在地里装了200个监控摄像头，那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，不然我家的早被他们铲平了。张强他们没办法了，看着庄稼快死完了，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我妈妈。嫂子，你看你来到咱村也算邻居了，能不能让你儿子每天多拉1吨，这样咱整个村里的地都能用上有机肥了，我们也不白用，将来卖庄稼的钱给你分一半。我妈见钱眼开，想答应张强他们的请求，我赶忙跑出来制止。妈妈，弟弟每天拉1吨已经很影响身体健康了，你要让他每天拉2吨，万一出问题怎么办？我们自己的庄稼都会出问题。我妈一听也有道理，再怎么也不能影响自己家地里的收成。然后他就对张强说，大兄弟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我也得爱护点，不能让他健康出问题。你这个事情我真帮不了。看到我们态度坚决，张强和其他村民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我们一家人每天起早贪黑的种地，那庄稼长得越来越好。再看其他村民地里的庄稼，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。正当我们觉得美好生活就在眼前的时候，弟弟突然不见了。妈妈和我急得团团转，到处找弟弟。妈妈着急是因为地里的庄稼得靠弟弟的大便，我着急那是因为他是我亲弟弟啊。我弟弟平时除了拉大便，大部分时间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我们找遍了所有地方，家里和地里都没发现弟弟的踪影。我一想，十有八九是被张强他们给绑架了。这帮人的庄稼没肥料，再这么下去，秋天肯定欠收。他们要是欠收了，城里人就得挨饿，到时候他们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他们肯定是绑了我弟弟，让他给他们拉大便。妈妈还在那儿查看那200个监控呢，想找出到底咋回事。可那么多视频看完的，查到明年去了。我可等不及，骑上3轮车就往张强家冲。可还没到张强家呢，就被张强带着村民拦住了。喂，你去哪儿？我不叫喂，我有名字。好吧，大力哥，去哪儿？我要去找我弟弟。张强，是不是你绑走了我弟弟？赶紧放了他，不然有你好看。我可不是吓唬你，后果你承担不起，甚至你家人都有生命危险。我把这事说得特别严重，可张强根本不信，觉得我在开玩笑。你弟弟
别乱说，我可没看见。你家里有200个监控，自己看去。张强明显在耍赖，我也懒得理他，想绕过他们，直接去张强家找。可惜村民们把我的3轮车气给放了，还往我3轮车油箱里撒尿，弄得我的3轮车动不了了。我气得不行，打算步行去救弟弟。就在这时，张强家邻居跑来了：“张强，你家出事了，赶紧回去救人。”张强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赶紧带着村民往家跑。我也跟着，想着说不定能趁乱救出弟弟。到了张强家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满院子西大便像洪水似的冲击着张强家大门，张强的老婆和孩子都快被淹死了，只剩一口气在那汹涌的大便中挣扎。好在大家来得及时，大门一开，院子里大便的平面降了下来，张强的老婆和孩子这才得救。我看到弟弟在房顶上放声大哭，赶紧绕到后面搭个梯子把弟弟救了下来。张强给他老婆和孩子做人工呼吸，可他们缺氧时间太长了，得赶紧送医院。村里唯一的机动车就是我家3轮车，可他们把气放了，还往油箱里尿，基本报废了。张强这是自作自受，送医院没指望了，只能不停地给老婆孩子做人工呼吸，看能不能救过来。还好上天发善心，张强做了1个小时人工呼吸后，他老婆孩子吐了半天，总算是救过来了。他老婆哭着说：“赶紧把他送回去，太吓人了，吃完就拉，我都来不及跑。”我看到当时的情景就知道咋回事了，就问张强老婆：“你是不是给他吃了啥不健康的东西？”也没吃啥，就是正常的。不过给他加了点益生菌，想促进消化，哪知道消化这么好，直接拉稀了。平时也就1吨的量，这回消化出问题了，不知道拉了多少，反正院子都被淹了。千万不能给他乱吃东西，会出人命的。张强看着残破的家，哇哇大哭。我还以为他知道错了，结果他抓住我弟弟：“你赔我家损失。”也不知道是因为张强刚做完人工呼吸口气太大，还是脸上被他老婆抹得有点吓人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。我马上挡在弟弟面前，谁敢动他，我跟谁拼命！我之前警告过你，后果自负，你不信，我再警告你一次。弟弟赶紧躲在我身后，瑟瑟发抖。张强可能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不说话了。我趁机带着弟弟赶紧回家，毕竟现场味道太大。我原本以为经过这次教训，张强能学乖，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变本加厉。弟弟回家后休息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正常，拉的也不那么稀了。妈妈在弟弟房间装了监控，我知道她不是真关心弟弟，只是怕没弟弟的大便，她的庄稼没法丰收。可怜的弟弟被吓得不轻，睡着了都喊我不吃益生菌。我在弟弟房间置了张行军床，打算等秋收后再回自己房间。毕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光张强，所有村民都眼馋弟弟的大便，我得提高警惕，保护弟弟安全。而且我下定决心，今年秋收完一定要带弟弟去看病，彻底断了妈妈和这帮村民的念想。眼看阻止不了我们家庄稼茁壮成长，张强开始使坏，他放弃自己的庄稼，专门搞破坏，糟蹋我们家的，损人不利己，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晚上，弟弟在我家地里拉完屎回来休息，妈妈盯着监控，防着有人偷大便。突然，监控里出现几十只狗，顺着弟弟拉屎的方向，把大便全吃得干干净净。妈妈气得大叫，把我叫醒，拿着棍子带我去地里打狗。可狗太多了，根本赶不走，赶走的这头的狗又跑到的那头，我们跑到地那头，狗又跑回的这头。而且这些狗是有人故意饿了很久，眼睛冒绿光，看见屎就跟疯了似的，棍子打身上都不疼，只顾着狂吃。折腾了几个小时，我和妈妈都累得不行，还是没法阻止狗把大便全吃了。不用说，肯定是张强搞的鬼。妈妈气势汹汹地带着我去张强家兴师问罪。张强家还没清理干净呢，弟弟造成的损失还摆在那儿，他们纯属活该。我妈看见他家院子一片狼藉，捂了下鼻子，犹豫半天也没进去，就在大门外面喊张强出来。张强依旧无赖，妈妈质问他为啥放狗吃屎，张强直接耍起赖来：“你可别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啥叫我放狗吃屎？那些狗又不是我养的，少来这套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大姐，没凭没据的，可别乱说话。”妈妈起初想进张强家院子把那些狗抓个现行，可进去实在没法落脚，就跟我说：“大力，你回去把家里雨鞋拿来，我穿着雨鞋进去找那些在狗。”我正打算回去拿雨鞋，张强冷笑着说：“白费力气，就算你找到狗又能怎样？”我也拉了下妈妈的衣服，妈，她咬死说那些狗不是她养的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样，我们回家给大便里下点毒药，反正是野狗，毒死算了，也没人找我们麻烦。我妈马上反应过来，好，回去让你弟弟吃点毒药，拉出来的大便就有毒了，毒死那群野狗就没事了。张强明显被吓着了，嘟囔了一句神经病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回家路上，我问妈妈，可是弟弟也会中毒啊？我就随便说说，还真能让弟弟吃毒药啊？以后你说都不能说，那是你儿子，你说让自己儿子吃毒药，就是不在乎他。你不在乎他，你觉得别人还会在乎他吗？妈妈没想到我对这事这么耿耿于怀，生气的冲我喊：“管好你自己的事，翅膀硬了，还教育起大人来了。”我彻底死心了，在妈妈心里，弟弟似乎只是个工具，就为了地里的收成。不过在我心里，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我的弟弟。张强还是没放弃打击我们，那群狗是他从别人家借来的，要是真被毒死，他肯定赔不起，所以他又想别的招。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在田边扎起篱笆，
还装了高压电网，防着张强再使坏。这次放狗吃屎，下次说不定就放猪来拱庄稼呢。可张强这次来了个明面上的招，他联合所有村民掐断了我家的灌溉系统。毕竟水从渠里流到地里得经过人家地头，眼看着其他人家庄稼都不行了，他们就联合起来掐断了灌溉用水，还说灌溉用水是村里的财产，我们只是租地的，没权用村里的水。妈妈原本想跟这些恶劣村民斗到底，我的3轮车换了轮胎，油箱也清洗干净了，可以去河里取水。但100亩地呢，我们的3轮车实在是杯水车薪，根本就不过来，地里的庄稼渐渐枯死。张强已经来我家好几次了，要跟我们谈，要是达不成协议，最后就两败俱伤。张强的意思是我弟弟在我家地里拉半吨，在其他村民家地里拉半吨，然后村里就放开灌溉用水，这样大家的庄稼虽然收成不会特别好，但好歹都有收成，总比都没收成强。我妈有点想答应了，可我还是坚持不能答应，因为我知道我妈跟张强他们一样，对弟弟的大便绝对是贪得无厌。说好每个地方拉半吨，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让弟弟多拉的，时间一长肯定会影响弟弟的身体。弟弟最近情绪很低落，尤其是听到妈妈和张强一直在琢磨怎么分他的大便，根本不关心他的想法。我抱着弟弟安慰他，没事的，弟弟，快结束了，哥哥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正当我妈和张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城里人派了个代表过来，那代表穿着一袭长袍，黑着脸，把我妈和张强叫到一块儿，你们记住了，赶紧达成协议，要是今年粮食欠收，饿死了城里人，你们知道后果的。张强好像特别怕这个代表，一个劲儿点头，还陪着笑，代表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达成协议。代表又冲着我妈说，你也是，赶紧把这事搞定，以后你们得精诚合作，保证城里人有足够的有机粮食，不能让城里人饿死。我妈也赶紧点头，毕竟人家给了100万订单呢。这样吧，你们想办法让你儿子每天再多拉1吨大便，就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了。代表的解决方案，张强肯定乐意。我看我妈在犹豫，好像要答应了，我马上冲出来，不行，你算老几？凭什么替我弟弟做决定？代表看着我，冷笑一声，对着我妈说，我下次不允许有人质疑我们城里人的命令。城里人了不起吗？管天管地，还管拉屎放屁？代表被我气笑了，哈哈哈哈！你牛逼，我牛逼不牛逼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你在装神弄鬼，我开3轮车撞死你！我妈吓坏了，赶紧跟我说，大力，我们大人在聊事情，你别参与，赶紧回去。代表黑着脸，迟了，我要取消100万订单，取消就取消。代表被我搞懵了，态度软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弟弟要是不拉够2吨屎，城里人就没有足够的粮食。你意思是我弟弟不拉屎，你们城里人吃不饱？代表可能觉得这个逻辑是成立的，但总觉得说法好像有点不对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说。那怎么说？我弟弟多拉屎，你们城里人才能吃饱？代表看着我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代表最后满意的走了，100万订单也没取消。其实他就是来吓唬吓唬我妈和张强，他们不买，有的是人买呢。要是今年真饿死城里人，他肯定比我们先倒霉。为了不让他们过度剥削我弟弟，我提出单日在我家地里拉，双日在其他村民家地里拉，然后村民们得保证我家的灌溉用水。大家合计了一下，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，于是就达成了协议。张强觉得自己胜利了，成天在村里趾高气扬，到了咱村里，是龙你也得盘着，是虎你也得趴着。我懒得理他，可我还是觉得得带弟弟去医院看看。我总觉得这样对弟弟伤害特别大。妈妈总是推脱，家里好不容易有点钱了，再挣几年再说。最重要的是，弟弟每天就吃饭睡觉拉屎，妈妈哪儿都不让他去，就为了家里的庄稼。这么限制下去，弟弟将来可怎么办？妈妈的确有不让弟弟出去玩的理由，她说不带弟弟出去是因为弟弟拉屎太多。上次去商场，弟弟要上厕所，直接把商场厕所给淹了，整层楼流得到处都是。他们那排屎系统哪经得住这么大的压力测试啊？商场非要弟弟赔钱，我跟他们吵了半天，明明是他们排屎系统设计冗余不足，没考虑到极限工况，还对我们造成了伤害呢，直接把他们物业经理都干自闭了。我能理解妈妈害怕弟弟出去惹出类似的事情，但是不给弟弟治，弟弟肯定好不了啊。我自己又没钱，根本没能力给弟弟看病。在我眼里，妈妈跟半夜去我家地里偷屎的张强没啥不同，眼里永远只有屎和庄稼，完全不考虑弟弟。看来只能靠我和弟弟想办法。当然，在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按照协定，弟弟单日在我们自家地里拉屎，双日我就带着他去其他村民家拉屎，大家倒也相安无事。所有人的庄稼都长得极为旺盛，我妈妈和张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妈妈还说，今年的100万订单能挣50万，10年后家里就有500万了。我果然没猜错，他根本不想给弟弟看病，就把弟弟当成了摇钱树。很快就到了快秋收的时候，张强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，庄稼长得是好，枝繁叶茂的，可就是不结果实。本来大家还想着是不是结果时间推迟了，可半个月后还是一个劲地长叶子，一粒米都没长出来。张强吓坏了，这么下去今年庄稼得绝收啊。于是他赶紧请来城里的老专家，老专家拿着仪器分析了好几天，最后得出个结论，使用的肥料里含了一种物质，把所有营养都弄到枝叶上了，所以果实没半点营养，自然就结不出来。众人一听
感情是我弟弟害的，马上就把我弟弟刚挖的屎铲了，扔到马路上。妈妈也生气，骂弟弟不争气。几个村民跑来我家，围着我要钱，我才懒得理他们。你说让你弟弟在我家地里多拉点，还跟我们收了钱。现在你弟弟的大便出问题了，你就算不赔我们损失，也得把当时收的黑钱还我们吧？你们真好意思，当时是你们求着我的，给我钱是买我弟弟的大便。抱歉，或轻账轻，不服你们就去告，看看张强知道了会不会扒你们的皮。这些村民立马就被吓住了，毕竟他们背着张强搞鬼，私下给我塞钱，让我弟弟在他们几家地里多拉点。现在败露了，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。我就利用他们分赃不均、爱占便宜的心思，几个月下来，我也收了不少钱。这件事过后，弟弟在村子里从人人争抢的香饽饽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大瘟神。所有人都在地里盯着，生怕弟弟去他们地里拉屎。妈妈也开始讨厌弟弟了，可又没法阻止弟弟拉屎，她让弟弟偷偷去别人家地头拉屎。毕竟我家马桶可没本事每天存1吨大便。结果其他村民也在地里装了200个摄像头。我带着弟弟刚到，他们就急忙跑出来赶我们走。我可不管，看着他们害怕的样子，没事就带着弟弟去他们地头转一圈，让弟弟蹲在地头旁边。村民们都吓坏了，连张强都不敢耍无赖了。现在这状况，我和弟弟成了村里最大的无赖。最后，张强带着村民和妈妈商量，村后面有座荒山，种不出庄稼，划给我们家，但务必让我弟弟待在山上。妈妈不同意，他还得照应庄稼呢。城里人知道这事后，知道吃不到有机粮食了，赶紧让用化肥，不然可能真要饿死人了。所以妈妈还想着今年的收成。我自告奋勇，这样我带着弟弟去山上住，那座山归我和弟弟了，你们谁都不能要回去。还有，我们需要一笔钱，不然我们就不走。我让弟弟明天就去灌溉系统上游的河里拉屎，保证你们所有灌溉用水都有我弟弟的大便，大家的庄稼都别收了。我这么一说，村里的人都吓坏了。为了送走我们这2个瘟神，马上同意了我们所有要求。等大家签字画押后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上山。后山原本是座果园，可村民们太狠，完全不顾土地承载力，种了果树，还在地上种西瓜，导致土地荒了，慢慢就废弃了。山上有当年种果树的房子，也有水。我开着3轮车，带着所有家当，拉着弟弟去了山上，再也不会被他们打扰了。半年后，到了收获季节，山上那原本半死不活的果园竟然大丰收。更夸张的是，苹果不仅个头大，水分足，还没籽。城里人的粮食欠收了，可看到山上果园大丰收，马上把100万订单分了一部分给我们。张强和其他村里人都傻眼了，没想到一座荒山能产出这么多苹。妈妈想来山上跟我们住，被我拒绝了，让他继续在山下种那100亩。又过了半年，弟弟现在从每天拉1吨变成拉100公斤左右了。医生说，可能半年后就彻底变成正常人了。弟弟也变得活泼起来，开始跟我说话。哥哥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我带你去村民地里拉屎的时候收的。那为啥他们的庄稼不结果实？因为哥哥第一次带你去看病的时候，医生说他研制出一种药叫五子汤，本来是卖给城里人避孕的。我一想，只要你喝了它，地里的庄稼就没籽了，他们就不会强迫你拉屎了。那为啥能长出苹果来呢？苹果里面也没有籽啊。至于那片荒山，我和弟弟刚到的时候，我让弟弟在山头上拉屎，然后屎流到整个山坡上，没多久就变成了屎山。屎山慢慢渗到土地里，变成非常肥沃的土，所以之前半死不活的苹果树马上迎来勃勃生机，产量大增，荒山变沃土。又过了2年，我和弟弟把山头高价卖给了当地村民，回到了城里。妈妈和那些村民们由于不顾土地承载力，加上过度使用化肥，土地越来越贫瘠，最后种粮食都不够成本了。城里人再也不给他们下订单了。再后来，我听说张强到处打听怎么才能让自己每天拉1吨，我把我认识的医生推荐给了他。